这次我用了超市贩卖的干绑鸡，也就是一些朋友常说的走地鸡。这种鸡的脂肪比较少，肉也扎实，很适合用来做药膳料理。先把鸡头给去掉，然后颈项的部位也有一些脂肪，把它剪掉，然后把皮和脂肪都给去除掉。由于是长时间的蒸煮，脂肪融化之后就会非常的油腻。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油腻感，所以我选择把它去除掉。再来就是鸡脚的部分，只要沿着关节的部位剪下去，其实也不必花很大的力气就能剪断。然后就是鸡的指甲也剪掉，剪掉了指甲或多或少还是会释放一些脂肪，由于量并不会太多，所以我觉得关系不大。然后鸡皮骨我也选择把它给去除掉，虽然以前长辈们总是说吃鸡皮骨脸会花啦，请容许我在这个视频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处理鸡肉上，因为鸡肉是这道菜的主要材料，有些细节我觉得还是得注意一下，特别是在清理鸡的内部。我选择把背部剪开，以便更容易的清理。打开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些未清理干净的内脏和脂肪。这些脂肪我会把它都清理干净。这块鸡油拿来煮海南鸡饭的油饭就最适合了。然后这些多余的皮也顺便清理一下。然后左右两旁还残留着一些内脏，这些应该是肺部之类的内脏吧。这是鸡汁的腥味主要来源之一，若没有清除直接就煮，会有一股不太讨喜的异味哦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得把它清理干净，然后再用水把内部清洗干净。把内部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就再做进一步的深层处理，那就是用盐巴把内部搓一搓，不过得注意这些骨头的部位，一不小心可能会刮伤你的手指哦。搓盐巴可以更有效地去除腥味。然后这里被剪过的骨头也是很锋利的哦，小心别被刮伤。搓均匀后就用水清洗一遍，然后加上1茶匙的盐巴1/4茶匙的胡椒粉，2汤匙的酱油，还有1汤匙的蚝油。先把内部涂抹均匀，同样也是要注意骨头别被它刮伤哦。然后再把表皮也涂抹均匀，接下来跟它按摩一下下吧，慰劳它为你补充营养哦。把鸡爪和颈项也一起腌制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里，让它腌制8到12个小时。由于是家庭制作，就不需要到药材店里自己做药材了。用这类型的人参鸡汤包就省时又省事，有些包装里是2条人参的就最适合啦。
除了包装里的，我还添加了一些桂圆来增加甜度，数颗红枣，还有一些人参须。这里就是所需要的材料了。先为药材稍微的清洗一下，然后捞起来放进一个小锅里，把所有的药材都放进去，除了枸杞子是在蒸的时候才放。添加500cc 的清水，还有调味包也放进去一起煮哦。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。先准备一张铝箔纸，中间压一个凹洞，然后盖上2层的烘焙纸。药材煮好后，取出调味包，然后把药材都放到烘焙纸上。鸡脚和景象也把它放在上面吧。最后再把鸡汁盖在上面。把其余的药材和汤汁都加进去。腌制鸡肉的酱汁也一起加进去哦。最后加入清洗过的枸杞子。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人参啦。接着用烘焙纸把鸡肉包裹起来。最后跟着我的步骤把铝箔纸包起来。这包裹的方式有助于防止汤汁漏出来哦。包裹完毕之后就可以拿去蒸咯。水烧开后，把肉放进蒸笼里。先用大火蒸半个小时，然后再转中小火蒸1个半小时。蒸了2个小时之后，可别急着把鸡肉取出来，让它在蒸笼里用余温焖一阵子，会更好吃哦。把鸡肉取出来后，放到一个大盘子上。铝箔纸还有一些烫手，要注意别烫伤哦。先把铝箔纸折成一个碗状，以避免汤汁流出来哦。然后再把烘焙纸打开，哇，这时候的空气充满了人参的香味，实在是太诱人了啦！哇，好香哦！不说了，我先吃咯。好嫩啊，非常嫩的鸡肉。假如你喜欢这道人参纸包鸡，请按个赞和分享哦。
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见吧，拜拜。